他直接把双手都拍到了2枚长钉上。惊醒后，两手上都有了伤痕，这可把身为基督教的狱友给惊呆了，立刻表示愿意为他赴汤蹈火，在所不惜。随后，他一脸忐忑地走进狱霸房间，想要为他们献出自己的清白。狱霸听后都迫不及待地开始准备。埃文缓慢地上前蹲下身子，下一秒一刀捅进了狱霸的下半身。狱友听到动静，快速上前解决了另一人，接着赶紧拉上肛门，防止狱霸小弟进入。在这种危急时刻，埃文则拿起日记本读起了上面的文字，眼看狱友都快要撑不住了，笔记本上的文字突然晃动了起来。就在小弟们冲过来的一瞬间，埃文突然又回到了13岁的年纪。原来他有一种通过日记就可以穿越的能力，然而这项能力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幸福。相信只要你耐心看完，就会明白，我们现在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生活。这是一部2个连大学都没毕业的编剧导演，却拍出的不仅入选人生必看250部电影榜单，又常年稳居榜单前100的电影，不仅100多万人打出了8.9的超高分，更是给出了好于99%悬疑片的超高评价。它在上映之初就被千万影迷们称为悬疑穿越电影的开山之作，也是之后无数悬疑烧脑类影片的灵感来源，可见其地位之高，设定之好。而这个影片名字的由来，正是来自一个同名的混沌理论——蝴蝶效应，而它的含义是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意思是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不断放大后，都会对未来的状态造成无法预料的巨大改变。而导演正是把这样的理论运用到了登峰造极，才能让这部影片承载了如此的厚评。那导演到底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一切故事的开端都要从埃文的小时候说起。埃文从7岁开始总是出现间歇性失忆，这天他画了一幅很诡异的画，被问时却说根本不记得了。母亲得知后顿时感到脊背发凉，可还没等他搞明白状况，当晚埃文又拿起一把菜刀，像个幽灵一样怔怔地站在厨房，直到母亲小心翼翼走过来安慰，他才猛地回过神，赶紧把刀扔掉。母亲本以为他是生病了，所以第2天立刻带去医院做检查。尽管检查结果要几天后才能出来，但医生初步推断埃文可能是压力过大才导致的间歇性失忆，可以多写日记来帮助恢复。此后埃文便谨遵医嘱，每天都把生活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然而他的情况并没有好转，甚至发作的比以往更加频繁。这天母亲由于要出门工作，不得不把埃文送到邻居家帮忙照看。而作为单身父亲的邻居，恰好也有2个跟埃文年龄相仿的儿女，3人可以一起作伴玩耍。一开始孩子们玩得非常开心，但没多久邻居父亲就突然提议给他们拍一段纪录片。感到新奇的埃文立马答应，可随着录像机的一阵强光闪烁，他脑袋又变得一片空白。等回过神后，却发现自己和凯莉正赤身裸体地站在昏暗的地下室，而凯莉的弟弟汤米则坐在楼梯上，一边冷眼旁观，一边扭动着手里的洋娃娃。埃文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凯莉的父亲却威胁他不要乱问，更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母亲。而凯莉则眼里噙着泪水，一言不发。不久后，埃文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报告显示他的大脑没有任何异常，而这也让医生更加确定他的症状是精神压力所致，而压力的来源很可能是常年缺少父爱。所以医生建议让埃文见一见父亲，说不定病情会有很大好转。可母亲听后却陷入了两难，因为埃文的父亲患有精神疾病，目前正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他不确信一个疯子能起到积极作用，但目前他又没有更好的办法。无奈之下，最终还是带埃文去了精神病院。时隔多年父子相见，埃文本来很激动也很开心，可寒暄没几句却又再次失忆。等清醒后，正被父亲掐着脖子狠狠地按在了地上。警卫见状立马上前阻止，但因掰不开父亲的手，只好挥舞警棍当头猛击，不料却下手太重，致其身亡。父亲的去世给埃文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但奇怪的是，在这之后的6年里，他都没再出现过失忆的情况。直到一场恶作剧的发生，那天埃文正在跟凯莉姐弟以及新认识的朋友小胖躲在房间里偷偷吞云吐雾。突然汤米提议用父亲的雷管炸掉远处一户人家的信箱玩玩，而几个正处叛逆期的少年少女也都兴致高昂地答应了下来。可就在4人一脸期待静等雷管爆炸的那一刻，埃文却再次突然失去了意识。等他再醒来时，发现小胖正双眼圆瞪地躺在地上，凯莉则惊慌失措地站在一旁抽泣。尽管埃文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当务之急他还是先跟汤米把晕死的小胖拖出了森林。很快小胖被救护车带走，埃文的母亲也闻讯火速赶来，她质问3个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可凯莉因惊吓过度一直沉默不语，汤米则撒谎说我们只是在森林里烧火，小胖就突然晕死了过去，绝口没提雷管爆炸的事情。而埃文更是对爆炸后的情况一无所知。回到家后，埃文依然把当天的事情写进了日记，他只记得双手捂住了凯莉的耳朵，
就在这时，手里的笔没墨水了。他翻箱倒柜寻找笔的时候，却意外发现了爷爷的死亡证明。没想到爷爷也有间歇性失忆症，母亲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只好带埃文去看心理医生，试图用深度催眠的方法来唤醒他沉睡的记忆。可即使被催眠到全身抽搐、鼻孔流血，埃文也没找回半点丢失的记忆。自从爆炸事件后，凯莉就开始变得沉默不语。为了能缓解她的情绪，他们3人来到电影院看电影。埃文本想再问下爆炸那天的情况，结果却被汤米一把按到了墙上，还恶狠狠地警告他以后不要再提爆炸那天的事情。这天电影院放的是《七宗罪》，这让本就沉默的凯莉看得更加压抑。于是还没看多少，他就来到走廊透气。察觉到不对的埃文也跟了出来，一番温柔的安慰后，让本就相互有爱慕之情的2人吻到了一起。这一幕恰好被出来的汤米看到，作为一个严重解控的弟弟，他愤怒地把边上的陌生人暴打了一顿，就算被强行带走的时候，还一脸诡异地笑着看着他们。这天他们2人爬到了小胖的窗外，想邀请他一起出去玩。因为自从上次的爆炸事件后，他每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做手工，直到确认汤米没有一起后，小胖才答应。然而几人刚在森林溜达了一会，就看到前面有异常情况，等到上前查看才发现，汤米一把将埃文的小狗塞进了麻袋，用绳子扎住口袋后又浇上了大量汽油。几人想上前阻拦，结果凯莉却被电了一棒子打倒在地，就连埃文也没能幸免。然而就在他要上前阻止汤米的时候，突然间他再一次失忆了。等再次醒来，他已经被打得浑身是伤，麻袋中的爱犬也已经被烧成了灰烬。小胖则瑟瑟发抖地站在一旁。不久后，母亲在电视上看到了小镇爆炸案的新闻，冥冥之中她总觉得这件事跟埃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她决定彻底搬离这个地方。临行前，凯莉追过来送行，已经上车的埃文只能写下一句告别的话：我会回来找你的。他很舍不得凯莉这个朋友，因为在相处的这几年里，他们已经对彼此产生了情愫。可造化弄人，他也无可奈何，只能把内心悲伤的情绪全都诉诸在了日记本里。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转眼又过去了7个年头。如今的埃文不仅成功考上了大学，短暂失忆的状况也再没出现过，仿佛人生真的走上了正轨。然而就在他以为完全告别了过去时，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猛然意识到，以往的断片并非失忆那么简单。这天他带着心仪的女同学回到宿舍，2人本想愉快地谈天说地，却没想到同学发现了他的日记本，还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朗读一段。此前埃文从没翻看过以往的内容，这次为了讨女同学欢心，他便随意翻开一页开始朗读。这是汤米烧狗的那天，可读着读着，日记本上的自己突然开始疯狂跳动，埃文竟然仿佛回到了烧狗的那天。那天看到汤米拿着火把走向麻袋，情急之下埃文让小胖帮忙，可当小胖准备解绳子时，又因汤米的威胁无奈作罢，随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汤米把火把戳向了麻袋。回过神的埃文惊魂未定，一头雾水。他劝说自己刚才的一切只是场了梦，可那感觉又像亲身经历般真实。为了搞清楚真相，埃文连夜开车回到了曾经生活过的小镇，并且找到小胖询问那天的情况。然而自从那次烧狗事件后，小胖就患上了抑郁症，几乎整天闷在房间不跟人交流。原本埃文以为问不出什么了，可当他提到烧狗的事情时，小胖突然情绪激动起来，嘴里还反复念叨着那天的情形。而从他胡言乱语的只言片语中，埃文足以确定那天发生的事和他读日记后看到的一模一样。发现自己有这种能力后，埃文赶忙回到宿舍想再试一次，因为他太想知道爆炸那天发生了什么。于是他翻开了那天的日记，果不其然，没读几句文字又开始跳动。紧接着他就回到了爆炸发生前的一幕，但或许是因为回得太突然，他嘴里的烟不小心掉到了衣服上，导致肚子上被烟头烫伤。不过现在他也没心思在意这个，只想赶紧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原来爆炸即将发生的时候，不知情的女房东抱着婴儿走向了信箱。原本他们有时间出来制止，可因为事发突然，内心又太害怕，他们谁都没敢发出一点声音。结果眼睁睁看着母子被活活炸死，受到惊吓，3人转头就跑。但由于引爆器是小胖放的，所以他受到的精神冲击最大，也因此才晕死了过去。得知真相的埃文突然惊醒，可还没等他从痛苦中缓过神来，又发现肚子上多了一个伤疤。以前他是没有这个疤痕的，这就说明日记不是简单的唤醒了他的记忆，而是可以让他真的回到了过去，并且改变的事情还会影响当下的结果。面对突如其来的特殊能力，埃文惊慌失措，不知该如何应对。他本想打电话再次找小胖求证，却被告知小胖因为他的突然造访，病情变得更加严重，如今不仅没办法跟人沟通，
就连基本的自理能力都已经丧失。无奈之下，他又辗转找到了成年后的凯莉。现在的凯莉在一家餐厅当服务员，看起来似乎过得并不如意，但面对埃文的到来，他还是欣喜不已，还主动说起了这些年的经历。原来自从两人分别后，凯莉便离家出走，逃离了父亲的掌控。可由于没能力继续读书，这么多年只能靠打零工为生。而汤米曾在少管所蹲过几年，出来后就成了一名汽修工。其实凯莉一直记得当初埃文的承诺，也一直期盼着埃文的到来。他本以为这次的见面会是两人的再续前缘，却没想到埃文只是想让他帮忙回忆曾经地下室那段不堪的过往。他气急败坏地质问埃文，为什么要残忍地揭开已经结痂的伤口？埃文听后不知道该怎么辩解，只能眼睁睁看着凯莉大哭着远去。就这样久别重逢的两人不欢而散。而更悲惨的是，凯莉回去后就了结了自己的生命。葬礼上，埃文在棺材前驻足许久，脑海中反复回荡着凯莉的控诉。之前他没能兑现自己的承诺，但现在他决定把凯莉带回来。伴随着日记本上字迹的疯狂跳动，埃文回到了当年那个恐怖的地下室。他要从源头扼杀凯莉的悲惨命运。他先让凯莉捂住耳朵，随后怒斥凯莉的人渣父亲不要再继续实施猥亵，不然将来可能因为这次影响而自杀。同时他还严厉地指出，汤米是个虐待狂，必须严加管教。由于埃文的语气冷酷得不像孩子，人渣父亲当即被吓得连连答应。当埃文再次惊醒后，发现自己正赤身裸体地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而身边是同样衣衫不整的凯莉。原来因为埃文的勇敢介入，凯莉不仅没再受到过父亲的伤害，还考上了大学，并且跟埃文修成了正果。起初埃文还觉得有点不适应，因为凯莉命运的改变也让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很快他就接受了全新的人生，毕竟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凯莉幸福的活着更重要。然而就在他和凯莉沉浸在甜蜜中时，汤米的突然出现打破了一切的美好。据凯莉所说，这些年来汤米因暴力伤人一直在蹲监狱，几周前刚被释放出来。埃文听后敏锐地嗅到了危险气息，于是连忙跑回宿舍寻找武器防身，结果只找到一瓶防狼喷雾。原本他还想去借一把枪，但却被凯莉出言制止了，因为凯莉对汤米有深深的愧疚。原来在现在这个时间线里，汤米承受了父亲全部的暴力，而凯莉非但没有保护他，还离家出走，将他一人丢在了变态父亲身边，导致他暴力成性，命运凄惨。听到这里，内心有愧的埃文决定不再和汤米起冲突，却没想到汤米主动找了过来。其实站在汤米的立场来看，埃文就是挑拨父子关系的小人，是抢走唯一亲近之人的坏蛋，定要狠狠报复才能出一口恶气。于是他挥舞棒球痛击埃文，而埃文则连忙掏出防狼喷雾，对着汤米眼睛一顿乱喷。此时双目失明的汤米已经无法再反抗，埃文本可以趁机逃走，但一想到对方怂恿小胖炸信箱，害死一对无辜的母子，又残忍地烧死他最爱的狗，他便抄起棒球棒奋力一击，直接让汤米停止了呼吸。就这样，他和凯莉来之不易的幸福结局，又变成了锒铛入狱的悲剧。众所周知，监狱新人都免不了受欺负，更何况埃文皮肤白皙，长相清秀，更是成了很多恶霸眼里的小白兔。为了逃离这个危机四伏的地狱，埃文让母亲送来了日记本，想通过穿越回到过去来改变现状。可本子还没捂热，便被恶棍老大夺走。尽管埃文使出全力抢回了几页，但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忍无可忍的埃文想要强攻，但他也知道必须有人帮助，不然不可能跟人多势众的恶棍较量。恰好这天，他发现强壮的室友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便谎称自己是耶稣派来的使者。为了自证，他还让室友紧盯着自己双手的变化，随后便通过日记回到了小学课堂上。由于此时他怀抱着强烈的恨意，所以创作了一幅血腥杀戮图，而这幅图正是老师曾给母亲展示的那张。而图里被虐杀的2具尸体，便是带头欺负他的恶棍。随后他快速地走到2个长钉前，然后毫不犹豫地把双手拍了上去。而他之所以下此狠手，是因为在基督教的文化中，耶稣是被固定双手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手心上留下了疤痕。如今看着埃文掌心凭空多出的圣痕，室友立刻相信了他是耶稣使者的说法，也决定无条件地帮助他。而有了强大的帮手做后盾后，埃文便来到了恶棍的监仓。他先谎称自己愿意屈服，接着在对方放松警惕后突袭进攻。随着尖叫声响起，室友火速冲了进来，并且拦住了门外试图闯入的小弟。而埃文则争分夺秒地翻开笔记本，最终成功完成了第5次穿越。这次他再次回到了烧狗的那天，在埃文一番苦口婆心的讲述下，汤米果然放下心里的芥蒂，并主动解开了装狗的袋子。然而就在他以为皆大欢喜的时候，小胖因为爆炸事件记恨汤米，居然一怒之下给了他一刀。而这个尖刀正是前一刻埃文亲手递给小胖的。
可埃文的本意是让小胖看准时机，割开袋子放出小狗，却没想到因为这样一个微小动作，彻底颠覆了预设好的完美道路。不仅如此，凯莉受伤的地方也出现了偏差。上一次她是脑袋被打破，这一次却是直接毁了容。再次回到现实，埃文又改变了人生。不过这次除了他以外，其他人都过得很不好。因为误杀汤米，小胖被当成了精神病，一辈子都只能待在医院里。凯莉因为从小毁容，一直不招人待见，长大后自暴自弃，沦落风尘。埃文想不明白，他已经有了这种能力，为什么生活却越来越糟？这时他突然想起母亲说过，父亲生前也经常出现短暂性失忆，还经常做一些不被人理解的事情，所以最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虽然外人不懂，但埃文很清楚，父亲同样拥有穿越时空的能力。于是为了向更有经验的父亲请教，他穿越回了跟父亲见面那天。然而当得知他是从未来而来，并且想十全十美的改变人生时，父亲勃然大怒道，只有上帝才有资格改变过去，创造未来。普通人获得这种超能力并不是幸运，而是诅咒，唯有一死才不会拖累身边的人。说罢就要活活掐死埃文，而这也是父亲去世前埃文失忆空缺的那块拼图。由于这次穿越并没有改变什么，所以埃文回到了原来的场景，可他还是不想就此认命，于是辗转找到了凯莉。如今凯莉的生活就像他接客的房间一样，没有任何一丝阳光。虽然在这条时间线上，埃文对凯莉来说只是一个多年不见的童年玩伴，但经过了前几次不同的人生体验之后，埃文却坚信自己深爱着凯莉，所以他还是想要回到过去，最起码要拯救凯莉的人生。然而当他把穿越的事情和盘托出后，凯莉却没有丝毫的波澜，因为一个生活在泥潭里的人根本没心思关心埃文嘴里的科幻。不仅如此，他还厉声质问埃文，如果你真有这个超能力，为什么不回去救下被炸死的母子？这样小胖就不会突然发疯杀死汤米，我和我的家庭就不会沦落至此。尽管知道这都是凯莉的气话，但埃文还是第一时间回到宿舍，接着翻开日记，回到了爆炸那天。这次他不再犹豫，直接跑向油箱。汤米见状也紧随其后，接着把母子两人扑倒在地，最后母子两人成功获救，可埃文却因油箱太近被直接炸飞。当崭新的人生再次开启，埃文活着躺在了学校的宿舍里，而旁边的室友则是长大的小胖。听着小胖和女友亲密的欢愉声，埃文觉得自己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然而当他开心地伸懒腰时，却发现自己失去了双臂。随着剧烈的头痛袭来，埃文恢复了这条时间线上的记忆。这次凯莉没有堕落，小胖没有杀人，两人还成了如胶似漆的情侣。汤米也不再暴力，性格变得和善，唯一变糟的就只有埃文。那场爆炸让他彻底成了残废，每天都只能靠轮椅出行，为此还经常被同学嘲讽。尽管身边好友都对他不离不弃，但一时间他还是难以接受。这天凯莉带他到花园角落，想要安抚他受伤的心灵，可没等开口就听到埃文说，其实我们完全有机会走到一起。而凯莉听后也没有否认，甚至坦白道，我从小就喜欢你，当年父母离异时，我完全可以跟着母亲离开小镇，但为了你，我选择了留在父亲身边。听到这话，埃文才猛然意识到，其他时间线里凯莉不幸的根源竟然是对自己浓烈的喜欢，而这也让他心里的芥蒂突然消散。以前他就是想拯救好友才选择穿越，现在他所爱的人都拥有了圆满的人生，也算是创造了最好的结果。可尽管他不想再穿越做改变，但身体的残疾、精神的凌迟还是让他难以继续面对未来，所以他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作为一个重度残废，他却连溺水自杀都做不到。绝望之下，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然而见到母亲的那一刻，他刚重塑好的人生观再次崩塌。原来自从埃文被炸伤后，母亲就靠吸烟来缓解忧愁，最终导致罹患肺癌，命不久矣。埃文可以接受自己的人生破败，但他不能忍受母亲这悲惨的结局，于是又一次萌生了穿越的想法。然而在被炸掉双臂后，埃文就再也没有写过日记，仅剩的几篇都是在雷管爆炸之前。好在从这里面他也找到了关键，只要毁掉雷管就能避免爆炸的发生。第一次穿越，他回到了自家厨房，为了破坏雷管，他拿起一把菜刀，于是就有了此前母亲被吓坏的一幕。可一把小刀根本无法撬动未来，所以第二次他回到了凯莉家的地下室，接着趁凯莉父亲不注意，翻出雷管并准备点燃扔进壁炉，这样不仅可以销毁雷管，还能震慑凯莉父亲，让他不再欺负小孩。然而当雷管被点燃的一刹那，凯莉父亲突然冲过来抢夺，混乱中雷管不慎脱手滚到了凯莉身前，接着一声爆炸吞噬了凯莉的手。就这样，之前的时间线崩塌，取而代之的是埃文进了少管所，之后离家出走成了了爸，最终精神异常被关进精神病院。可这样的结局埃文实在难以接受，
所以他想再一次逆天改命。但无论怎么搜寻，他都没在病房找到日记。情急之下，便闯进了医生办公室。他质问医生自己日记本的下落，可医生却告诉了他一个不能接受的事实：原来在这个时空里，他根本没写过日记，一切都是他为了克服乌莎凯莉所幻想出的精神世界罢了。而这也是他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原因。此外，医生还不免唏嘘感叹：“你跟你的父亲症状完全一样，总在索要不存在的日记本和照片，说能改变现在的一切。”原本凯文听到这话差点崩溃晕厥，但结合医生所说的照片，以及小时候在储藏间看到的旧照，他又推测或许文字和图像都能用来穿越。于是他让母亲带来了家庭录像，等天黑后直接潜入办公室，播放起了当年的影像记录。而通过录像，他果然穿越了，只不过这次他回到了母亲肚子里。子宫中的埃文睁开了双眼，同时想起了一个吉普在算命着说的话：“你没有生命线，根本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以前他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现在他很明白，如果没有他，其他人一定都会过得很好。于是，在流下最后一滴泪后，他选择了用脐带将自己勒死。其实，母亲也曾经说过，在埃文之前还流产过2个孩子，显然他们也是在经历过反复穿越后，选择让自己不再出生。在没有埃文的世界里，母亲改嫁平安生下一个普通孩子，小胖因为没有经历爆炸和杀人，在幸福包围中茁壮成长。凯莉和汤米则选择了跟母亲生活，并感受到了真正的家庭温暖。后来，汤米顺利考入大学，而凯莉也在大学毕业后找到了心有所属之人。但他们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如今的幸福都是通过一个婴儿的牺牲才换来的。蝴蝶效应是由埃里克·布雷斯和 J. 麦基格鲁伯执导，阿什顿·库彻和艾米斯·马特领衔主演，上映于2004年的剧情类电影。这部影片一共有4个版本的结局，第一个是广泛流传的导演剪辑版，也就是埃文在母体中自杀的版本；第二个是剧场版，在这个版本中，埃文最后看到的影像是小时候的一次聚会，聚会上穿越回来的他故意对凯莉说了很多恶毒的话，至此凯莉不再对他有好感，也因此当父母离异时，他和弟弟都选择了跟妈妈一起离开，并且过上了正常幸福的生活。此外，小胖也没有心理扭曲，跟埃文一起健康平安的长大。最后，为了不让穿越继续发生，埃文烧掉了所有日记和照片影像。不过多年之后，他又在街头和凯莉偶遇，尽管彼此都感应到了信号，但最终还是擦肩而过，相忘于江湖。至于另外2个结局，则是剧场版结尾的分支改版。在埃文和凯莉街头偶遇后，一个走向是埃文默默尾行在凯莉身后，但没表明到底追没追上，算是一个开放式结局。而另一个走向则是好莱坞爱情片的经典结局，埃文上前主动和凯莉搭话，2人在年少时错过的感情，在长大后开启了新的起点。对于4个不同版本的结局，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喜欢和倾向，但最震撼人心的无疑是脐带版，因为它把所有灾难产生的原因都归咎到了一个个体身上。众所周知，蝴蝶效应其实是混沌学中的一个概念，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能几周后就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发一场巨大的龙卷风，后来引申为生活中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变化都可能带来深远的影响。就像埃文让凯莉拥有了一个幸福的童年，却导致汤米变成暴徒；他救下了自己的狗，却让小胖住进了精神病院；他阻止了雷管炸死无辜母子，却让自己落得一个终身残疾。母亲为此还罹患癌症。明明他每次穿越都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变成罪恶的始作俑者。最终在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并不是每次蝴蝶振翅都会引发一场巨大风暴，一个人的存在与否，更不可能直接影响所有人的幸福。因此，当面对不完美的人生时，无需自责，更不用想要修正。与其在时间的迷宫中寻找确定性，不如在当下的裂缝里栽种玫瑰；与其做命运棋盘上的操盘手，不如成为自己人生剧本的即兴演员。那些看似失控的偶然，恰是生命最精妙的编排。正如量子物理揭示的波粒二象性，接受不确定性的迷雾，才能看见生命在概率云中绽放的璀璨光芒。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我是鲨鱼，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